今天故事的主角是丁日昌这位广东老哥。他先是曾国藩的幕僚，又受李鸿章赏识，跳槽到李中堂的麾下。他不仅创办了当年中国最大的军工厂江南制造总局，还积极促成了第一批留学生留洋，倡导建立中国的新式航运业，在台湾修建了中国人掌管的第一条电报线，是晚清洋务运动的一员大将。1874年，日本占领琉球群岛后，开始武装侵扰台湾。正丁忧在家的丁日昌向朝廷上奏了一篇长达1万多字的海防条议，详细阐述自己对洋务拓展和实施海洋御敌战略的看法，并建议开发台湾岛，以收自然之利。1876年，丁日昌以福建巡抚的身份接手台湾事务，不仅实地调查和规划了台湾政治、经济、防务和民族关系，启动了台湾的近代化建设历程，还慧眼识人，发现了后来的抗日保台志士邱逢甲。丁日昌预料到日本日后必占领台湾，如果不认真整顿海防，速筹备御之方，不出数年，日本必出全力以图归取。其实恐不止如前折，尚能以言语退敌也。他向清廷提出了在台湾修筑铁路和电报的建议。他说：台湾四面环海，内山未及开辟，无铁路既难以防敌，亦难以安内。然而，在当时的中国大陆，一场闹剧正在上演。当时，英美俄等国修筑铁路的企图引起朝野一片哗然。洋务派领袖李鸿章头脑清醒，认为与其让洋人在内地开设铁路电线，又不若中国自行仿办，全自我操，比亦无可智慧耳。但朝廷上下纷纷阻挠，何者寥寥。就在朝廷为是否修筑铁路争吵不休时，在上海的英商宜和商行自己组建公司，修筑了吴淞码头至上海的窄轨铁路，全长近30里。这一举动引起了清廷的强烈不满，于1876年10月，不惜花去白银28万5千两将其赎回，并当即拆毁。李鸿章看到铁路在大陆修建的阻力太大，只能从长计议。丁日昌在台湾实地考察之后，做出判断：如果台湾不办铁路、矿物，对台湾防务存实害；办之则存实利。这些观点得到了李鸿章的大力支持。他指出，铁路电线相为表里，无事时运货便商，有事时调兵通讯功用最大。丁日昌奏请在台湾修筑铁路的建议，最终获得了清廷的密旨准行。这是近代史上清廷最早批准的建造铁路计划。随后，丁日昌将此前拆毁的吴淞码头至上海的铁路的枕木和可用设备都运到了台湾。看起来台湾铁路的建设指日可待了。只是当时的清廷虽然号称每年拨银200万两，但实际不过40万两，建路经费严重不足。到了1881年，这些铁路设备基建车厢仍然堆在台湾府，几乎成为了废料。枕木已逐渐被白蚁蛀空，基建和路轨很快地盖上一层铁锈，车厢正在朽烂。1882年，丁日昌病逝于广东揭阳的寓所，终年60岁。他的台湾铁路修建计划无果而终。这个难题只能等首任台湾省长刘铭传前来破解了。